王爷，你不能啊！王爷，你不能啊！滚！谁敢进来，本王先砍了他！你去把厨房那个食盒给郡主送去，就说是王爷吩咐的。是。郡主，这是王爷吩咐小的给你送的吃食。老登，我不吃折耳根。这个老登脸皮真是比城墙还厚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不好了，管家，郡主来了！真的来了？那快撤！真的是气死我了！一天不问候你，你就皮痒痒了。老登，本郡主来收你来了。哟，老登，你这是又忙着想要去嗝屁呢？大人的事，小孩少管，出去。这料子不行，太粗了，磨脖子，而且这房梁都快朽了。您这快200斤的身板，万一给它拽塌了，腿没好，腰又摔断了，那不是还得花钱治？你个逆女，就这么盼着老子嗝屁吗？爹，您怎么能这么想女儿呢？娘亲说了，您要是想不开，那就是命。女儿是怕您走得不体面。唉，家产还算不明白。您看啊，您要是嗝屁了，这王府偌大的家业，库房里有黄金50万两，古董字画30箱，金胶地契1800亩。按照大钱律例，我是独女，这些可就都是我的啦。丧葬费嘛，必须风光。女儿打算给您订一口顶配的金丝楠木棺材，再请全城的戏班子连唱7天大戏，循环播放那首《好日子》，预算3万两，不多吧？剩下的47万两。我听说江南的小郎君个个生得俊俏，说话还好听，女儿以后长大没人疼了，总得拿着您的遗产去江南买个大宅子，再养17、18个小白脸，让他们替您好好照顾我呀。不行！老子还没嗝屁呢，谁敢动老子的钱？可是爹，您不是正要嗝屁吗？你放心，为了表达我的孝心，我特意让他们去库房取了宝贝来。爹，用这个结实，纯金的，彰显您尊贵的身份。您挂上去之后，这金子回头我还能融了接着花，一点都不浪费。滚！都给老子滚！老子不嗝屁了，想分家产，下辈子吧。真的不嗝屁啦，真可惜，我都跟江南的人约好下个月看宅子了。王爷不好了，刚才小的想去库房取那只千年老参给您熬汤吊命，结果怎么了？结果郡主说，反正王爷您都要嗝屁了，用了也是浪费，就把它拿去喂后院的大黄狗了，说是给狗补身子，以后还能帮他看家护院，守着您的遗产。钱到，把人参给老子抢回来，那是老子的命根子，那是老子的命根子。爹，您省点力气骂我，多活2年，记得把钱攒多点啊。这个老登还真是越积越勇了，不行，看来还得下猛药才行。
王爷，您多少吃点吧。这燕窝粥熬了2个时辰，最是养胃。您再不吃，身子该扛不住了。不吃，那逆女不来磕头认错，承认她的错，本王就是饿死，从这床上跳下去，也绝不会吃一口东西，喝一口水。什么味道？轻点抬，别把汤洒了，烫到手就不好了。再去厨房拿2盘鲜切的羊肉，要后腿肉，最嫩的那种，多切点儿。1、2、3，7上8下，好啦。这毛肚脆的像在舌尖上跳舞，又麻又辣，太好吃了。管家婆婆，你也来一口，可香了。小的不饿，郡主您吃就好。钱兜兜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本王在这里绝食，你却在本王床头吃火锅，你故意气本王是不是？吃饭呀，爹，您不是要绝食吗？女儿寻思着，您饿着也是饿着，不如闻闻味儿，就当吃过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画饼充饥进阶版，闻香续命，是不是很聪明？滚出去吃！你给老子滚出去吃！滚到院子里去，别在本王眼前晃悠，气杀本王了！外面冷吗，爹？而且这炭火盆放在这里，还能给您暖暖身子，一举两得，多好！爹，您看这羊肉纹理多好看，煮在红油里肯定香极了。可惜您不吃，哎，您不吃也好，饿瘦了能省布料，以后您的棺材也能打窄一点，还能省钱呢。省钱，省钱，你就知道省钱！你眼里除了钱，还有没有本王这个爹？抓住这个小贼了！敢来镇北王府偷东西，活腻歪了是不是？打死他！哪来的小兔崽子，胆子不小，竟敢偷到本王的镇北王府头上，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这张脸虽然脏，但眉骨挺拔，眼神这么坚毅，这不就是书里写的那个未来杀人如麻、一箭双寒14周的天下第一剑客吗？怎么现在是个还没长开的小乞丐？这不就是送上门的免费保镖吗？太好了，以后再也不怕有人欺负我了。爹，不能杀他。怎么，又要替你那些未来的小白脸求情？这小兔崽子就是个小偷，有什么值得你求情的？不是的，爹，我没有替他求情。爹，您看他这眼神多凶啊，一看就很能打。这要是把他养大了，放在您的坟头守灵，绝对没人敢来偷您的陪葬品，多安全啊！守坟？守我的坟？这逆女到底在想什么？吃吧吃吧，吃了这2个包子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以后我爹的坟头草就交给你打理了，可得打理得干干净净的。Check this out. Okay. Ride the Monster Man. I think. Oh yeah. 我不守坟，我守你。以后我只保护你一个人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都一样，反正以后我爹的遗产也是我的，你守着我，跟守着他的坟也差不多。爹，您看这孩子多能吃，咱们家以后又要多一张嘴吃饭了。您那份要是再不吃，就要被这新来的哥哥抢光了哦。到时候您可别后悔。管家，给本王添一副碗筷，快点儿！哎，小的这就去。抢，在这个家里，还没人能抢得过本王。把那盘羊肉给我端过来，全倒进去，一点都不许剩。Check this out. Okay. 王爷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慌慌张张的，什么事？天塌下来了不成？是宫里的监军到府门口了，说是奉了皇上的旨意，说咱们王府开销过大，要削减咱们70%的用度，就连过冬的银炭也要全部扣下。皇帝小子欺人太甚，
本王为他镇守北疆，出生入死，他竟然敢削减本王府的用度，他这是想逼死本王吗？爹，大哥，别吃了，敢动我的钱，走去会会这个监军，今天不把他裤衩子骗出来，我就不姓钱。咱家都等了半个时辰了，这镇北王还没来，看来腿断了，架子倒是没断。刘公公这般排场，做了本王的主位，也不怕折寿。王爷见谅，皇命在身，咱家腰杆子硬，坐哪儿都行。倒是王爷，听说您这腿彻底废了，皇上体恤，特意让咱家来接管王府的账目，帮您省省心。以后王府的用度都得先经过咱家的手，您就安心养病吧。你敢？咱家有什么不敢？王爷，时代变了，您现在就是只没牙的老虎，还想咬人不成？公公，这银炭要是没了，我爹爹腿疼受不住的。这就是那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小郡主，哼，受不住也得受。这是皇。公公，你好狠的心！我不就是求您给点炭吗？您竟然用内力震伤我的心脉！噗！我碰他了？我没碰啊，我也不会武功啊！豆豆，你竟敢伤我女儿！爹，别动手，杀了就不值钱了。公公，您把本郡主打伤了，这医药费、精神损失费是不是得算算？咱家没打。嗯，赔，咱家赔。看在大家都是熟人的份上，给您打个8折。您这一掌震碎了我幼小的心灵，医药费5000两。您吓到了我爹，导致他病情加重，误工费1万两。您弄脏了我这身刚做的锦裙，3000两，总共38000两。现银还是银票？咱家没带这么多钱。没钱？那就拿东西抵。这个成色不错，算500两。腰带上的玉扣抠下来算200两。这身蟒袍料子还行，扒了能改2床被子。拔下来。收工。有了这笔钱，咱们不仅不用削减用度，还能给咱们府上的发财树换个金盆，再给您买最好的药材治腿。爽，太他妈爽了！这丫头倒是比本王会办事。我要告诉皇上，我要杀了你们！王爷，咱们把监军扒光了，还抢了他的东西，皇上那边要是追究起来，可就麻烦了。怕什么？是他先对郡主无理动手，本王只是替女儿讨回公道。就算闹到御前，本王也有理。这丫头看似胡闹，实则每步都算计好了。刚才那一摔，不仅解了围，还让本王有了动手的理由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波确实赚了不少。难道这才是持家之道？爹，我刚才搜那太监参的时候，听他说皇宫里的地砖都是金子铺的，是不是真的？那得值多少钱啊？胡说，那是金砖，不是真金，但造价确实昂贵，1块就值几百两银子。爹，既然皇帝不想让咱们好过，那咱们进京吧。那是皇上的家，肯定比咱们王府有钱。咱们去打，不是，咱们去觐见。顺便把那地砖撬几块回来，给您修轮椅，修轮椅，再撬几块卖钱。皇帝老儿，你惹谁不好？非要惹这个为了钱连亲爹都敢坑的小财迷。不过，这主意倒是不错。好，既然他要逼本王，那本王就带你去这京城，好好闹他个天翻地覆。顾一，收拾东西，带上最大的麻袋，越多越好。是，王爷。陛下，您可要为奴才做主啊！那镇北王顾渊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，没把我大前皇权放在眼里啊！奴才奉您之命前往镇北王府传旨，
可那顾渊不仅拒不接旨，奴才稍有辩驳就被人扒光了蟒袍，极尽羞辱啊！陛下，那顾渊还放狠话，说您要是心疼奴才，就拿国库的银子去赎他拔走的蟒袍和物件，这分明是公然勒索，是对您的大不敬啊！扒光了。是啊，陛下，就是扒光了。那顾渊欺人太甚，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，求陛下为奴才做主，治他顾渊的罪。顾渊的刀还是那么快，他的女儿倒是比他还有趣。陛下，您说什么？一个5岁女童，竟能把你搞得如此狼狈。刘忠，你这脑子是装的浆糊吗？奴才不敢欺君。你不是不敢，你是蠢。顾渊这是在借女儿的手，告诉朕，他虽然腿废了，但他的爪牙还在。朕要是再逼他，他这只没牙的老虎也敢拉着朕的江山陪葬。拖下去，杖责20，让他长长记性。下次再敢替朕惹事，就不是20掌那么简单了。陛下，饶命啊！太傅，您怎么看？陛下，镇北王此举既是示威，也是试探。他腿疾未愈，却仍有北境兵权在手，麾下旧部众多，恐生兵变，与北境不利呀。兵变？他没那个胆子，但他有的是办法，搅得朕的北境不得安宁，让朕坐立难安。硬的不行就来软的，他不是护女心切吗？朕就偏要从他的软肋下手。传朕旨意，命太医院院判张守正即刻启程前往北境，为镇北王诊治腿疾。告诉他，务必治好王爷的伤，若是治不好，提头来见。奴才遵旨。爷，你看，这玉半纸，我听府里的管家说，最多值500两。那刘公公还骗我说值1000两。真是个骗子！还有这个腰牌，上面的宝石都是假的，就是普通的玻璃，一文不值。这刘公公真是穷酸又爱装，这也太不值钱了，我们亏大了。早知道就不扒他的东西了，还浪费我力气。你这小丫头就知道钱，人家刘公公是皇帝身边的人，你也敢扒他的东西，就不怕皇帝降罪？王爷，大喜事！天大的喜事啊！皇上派了太医院的张神医来给您治腿了，是张院办亲自来的，说是务必治好您的腿疾。哼，张守正，这老东西可是皇帝的御用毒手。当年父皇驾崩，据说就是他在旁边递的药丸，手上沾着父皇的血。皇帝派他来，哪里是来给我治病，分明是嫌我死得太慢，派个专业的来送我上路。爹，您这就不懂了，人家可是神医，是来给您治腿的。按照话本里的套路，这种出场自带气派的老头，要么是送金手指的，要么就是来送经验包的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什么叫经验包？本王怎么从来没听过这种说法？就是那种看起来很厉害，吹得天花乱坠，但最后会被我们把裤衩子都骗都赢过来的坏蛋。简单说，就是来给我们送钱送好处的。老朽张守正参见镇北王。皇上听闻王爷腿疾未愈，忧心如焚，日夜牵挂，特令老朽前来，务必治好王爷的腿，不辜负王爷当年为大前立下的赫赫战功。皇上费心了，本王这腿是战场上被敌人所伤，早已废了，不是病。神医怕是要白跑一趟了。王爷此言差矣，医者仁心，只要有一线生机，老朽定当全力以赴，绝不放弃。慢着，这位便是兜兜郡主吧？果然粉雕玉琢，可爱的紧。郡主别闹，爷爷要给你爹爹治病，治好你爹爹的腿，他就能陪你玩了。爷爷，你多大了？老朽虚度60有1，虽已年过花甲，但身体硬朗，医术也愈发精湛。61了，那你怎么还不退休？我听说太医院好多太医60岁手就抖了，扎针容易扎歪，治不好病还会治死人呢。您要是手一抖，把我爹扎得更严重了。哦，对不起，我爹已经瘫痪了，再扎歪也不能更糟了。这漏风小棉袄，不扎心能死吗？郡主说笑了，老朽的手稳得很，行医数10年，从未出过差错，怎会手抖？那是，张爷爷一看就很厉害。那给钱吧。给什么钱？老朽是奉皇命前来为王爷治病，何来给钱一说？挂号费啊，不对，
是入场费。我爹可是大前战神，当年驰骋沙场，战功赫赫，身交肉桂，那是随便谁都能摸的吗？你看门外的石狮子，路人摸一下都要投2个铜板祈福呢。我爹比狮子威风多了，比狮子金贵多了。你摸一下他的手腕，收您1000两，不过分吧？把自己亲爹跟石狮子比，这小丫头真是越来越离谱了。郡主休得胡言，老朽是奉皇命前来，岂有给钱之意？您要是不给钱，万一摸坏了我爹的手腕，我们找谁赔去？再说，老朽行医一生，走到哪儿都是被人奉为座上宾，何曾被人收过摸手费？皇令能当饭吃吗？能当炭烧吗？王府都快揭不开锅了。刚才那个刘公公不仅羞辱我和我爹，还把我们府里的炭都收走了。我爹这千金之躯，现在只能靠一身正气御寒。我们连炭都买不起了，更赔不起我爹的手腕啊！好，1000两就1000两，这1000两，老夫出了，就当是给郡主的见面礼，还请郡主莫要再胡搅蛮缠，让老朽为王爷诊治。张爷爷大气，张爷爷长命百岁，张爷爷医术高超。您摸，随便摸，想摸多久摸多久，我绝不拦着。张爷爷，您摸吧，我爹的手腕可结实了，您放心摸。王爷这腿伤着实棘手啊，寒毒入骨，经脉淤塞，气血不通，寻常药物早已无济于事，必须用猛药方能冲开经脉，痊愈的可能。猛药？什么猛药？正是需用天山雪莲、千年毒蝎、断肠草等治毒治寒之物，搭配名贵药材，精心熬制，每日一剂，坚持1月，便能以毒攻毒，冲开经脉。只是这过程痛苦万分，且稍有不慎就会死翘翘。郡主言重了，只是有些凶险，并非必死无疑。但为了王爷能重新站起来，重披战甲，这险值得冒。哇，这字写的好丑啊，就像蚯蚓爬一样。张爷爷，您是不是手真的抖了？我就说年纪大了别出来干活嘛，写个字都写不好，还怎么给我爹治病？那是草书，郡主不懂就不要乱说。这是老朽的亲笔草书，岂是你一个小娃娃能评判的？草书也不能写得跟鬼画符似的呀，拿去擦桌子，这纸质太硬，擦屁股都嫌糙，也就只能擦桌子了。你这顽劣小儿，那可是救命的方子，是能让王爷重新站起来的方子。你怎么能如此糟蹋？什么救命方子？我看是杀猪方子吧，里面又是蝎子又是断肠草的，全是毒药。你是想毒死我爹，好继承他的轮椅，继承我们王府的财产吗？我告诉你，没门！放肆！老朽乃皇上钦点的太医院院判，奉旨前来为王爷治病。你一个小娃娃，也敢质疑老朽的医术，也敢对老朽如此无礼？对，我才不信你呢！你就是个骗子，想毒死我爹。除非你把你那个箱子给我看看，我看你这箱子方方正正的，倒是挺适合拿来给我爹装骨灰的。不对，是装零食，正好我没有装零食的箱子，这个箱子看着就好看，给我正好。胡闹！药箱乃医者禁地，里面装的都是药材和医疗器械，岂容你随意翻顿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兜说得对，张神医既是来给本王治病的，何必藏着掖着？打开箱子，让本王这没见过世面的闺女开眼，也让本王看看神医的药箱里到底装着什么救命药材。王爷，这药箱里都是普通药材，没什么好看，还是让老朽先给您诊治吧，莫要耽误了病情。怎么不敢？张神医，你是奉皇命前来治病，还是奉皇命前来藏私？莫非你的药箱里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？这哪是什么王府，分明就是土匪窝。好，既然郡主好奇，王爷也有令，那老朽就打开箱子，让你们看看。但事先说好，看完之后必须让老朽为王爷诊治。没事，那些毒药都伪装成了补药，量着5岁的小娃娃也看不出什么门道。只要能让我把那碗药熬出来，就能完成皇上的命令，取了顾渊的性命。这是什么？闻着好香啊，像桂花糕的味道，是不是能吃啊？那是安神的香丸，是给王爷安神用的，不能吃。小孩子吃了会不舒服。哦，安神的呀，那我收下了。正好我爹晚上老失眠，睡不着觉，回头我喂给府里的大黄试试，要是大黄睡得香，再给我爹吃，这样就不会出错啦。那是烈性迷药，寻常人根本扛不住啊。张爷爷，您脸色怎么这么白？是不是病了？俗话说医者不自医，要不我也给您把把脉。我看您印堂发黑，恐有不顺之事啊，您可得小心点。爹，我看这神医不太靠谱，药箱里的东西也奇奇怪怪的，说不定就是个骗子，想毒死您。要不咱们把这药箱扣下，把人打一顿扔出去算了，反正1000两已经到手了，咱们也不亏。此计甚妙。既然张神医无心治病，一心想害本王，
这哪里是来治病的？这分明是进了阎王殿，还碰上了2个专门勒索鬼差的小鬼。今日我怕是要栽在这里了。王爷老朽还是先去给你煎药吧。这五毒快国汤火候极难掌控，必须老朽亲自动手。郡主还有何指教？布衣上秤。此乃御赐药材，岂容？少废话！本王的闺女想学学算术，怎么，神医不给面子？天山雪莲3两2钱。哎呀，怎么少了块叶子？张爷爷，您是不是偷吃了？千年毒蝎，这尾巴怎么不翘？是不是死的不新鲜？这得打折。断肠草，这草长得还没后院的杂草精神。郡主，你不懂，这些都是名贵的药材，我还是去给王爷熬药吧，不然时间就来不及了。王爷，药好了，良药苦口利于病。这药虽然霸道，但只要喝下去，不出3日，王爷腿部的知觉便会有所恢复。这药怎么，王爷是一代战神，难道还怕苦？若是连这点苦都吃不了，这腿怕是好不了了。拿来。爹，您怎么能背着我偷吃呢？这什么味道啊？比布衣哥哥那个3天没洗的脚丫子还臭。郡主，这是药，不是糖水，气味虽然独特，却是救命的灵丹。救命！我看是救花吧。这味道跟后院那桶沤了3个月的肥料一模一样。松手！再苦再烫，为了这双腿，老子也忍了。不行不行，爹，您常教导我要懂得分享。这盆素冠河鼎是皇爷爷赏您的，金贵的很。既然是好东西，不如先分给这花尝尝。胡闹！药性珍贵，怎可浪费给草木？哇，爹，您看这花，它怎么一下子就熟了？张守正，王爷息怒，这是以毒攻毒，真的是以毒攻毒啊！那兰花娇弱受不住药力，但王爷您内力深厚，定……放屁！这药能毒死一头牛，你让我爹喝？你是不是看上我爹那50万两遗产了？我告诉你，排队去，我还在前面拿着号呢。来人！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！这方子确实险峻，但老朽真的是一片忠心。本王看你是对那个想让本王死的人忠心吧？爹，别杀！别告诉我杀了就不值钱了。第一，杀了他，皇帝就有借口说您杀害钦差，到时候派兵来打咱们，还得花钱修城墙。第二，这老头虽然医术不行，但他熬的这药够毒啊！爹，咱们把这药方留着，以后要是看谁不顺眼，你就赏他一碗，多省事儿啊！这就叫废物利用。兜兜说的对，把他拖下去关进地牢，别让他死了，让他每天给本王熬这种神药，每天熬10碗，要是少1碗，就剁他一根手指头。兜兜，爹，您是不是感动的想给我涨零花钱？哎呦，爹，您恩将仇报，我刚救了您的命。救个屁！你是怕老子死了没人给你挣那50万两黄金吧？那当然，钱不是万能的，是万达的。没了爹，我上哪找这么大个提款机去？滚滚滚！看见你就心烦。布衣哥哥，快走，这老头更年期到了，咱们去厨房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压压惊。皇帝老儿，你是真不想给本王活路啊？郡主，那老头想杀王爷。我知道。干什么？那老头想毒死我爹，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今晚夜黑风高，你去地牢，把这东西倒进那老头的晚饭里，别全倒，倒1/10，让他也尝尝拉肚子拉到怀疑人生的滋味。是，谁想杀王爷，我就杀谁，这就对啦。不过记得做的隐蔽点，别让人抓住把柄。咱们是文明人，坑人要坑的有格调。看来这仅仅是个开始。有人吗？送点吃的来。老夫可是皇上钦点的。吃。你，郡主说这是加餐，不够毒。还有，回来啦，下了1/10，死不了，能拉脱水。干得漂亮，赏你的，存着，以后娶媳妇儿用。我不娶媳妇儿，给你买剑。我现在的剑太钝，杀人要2下，慢。都什么时辰了？郡主还没起，咱们内务府新派来的管事得给郡主立立规矩。妹妹在睡觉，谁再发出一点声音，我砍谁！杀人了！小兔崽子杀人了！住手！本王的女儿想睡到几时便睡到几时，在这个王府里，她的规矩就是规矩。王爷，你要给老奴做主啊！这小兔崽子无法无天，老奴只是想叫郡主起床。还有，他不是小兔崽子，他是本王新收的义子。在这个家里，除了本王和郡主，就属他最大。你要立规矩，行啊，你问问他手里的剑答不答应？拿去换把好剑，这把破刀片丢人。刚才好像有人来送钱了，做得好！以后谁敢在我门口大声喘气，你就把他舌头打结。好，打结。
行了，别腻歪了。既然起了，就来算算账。昨日从刘公公那儿讹来的38000两，还有库房里的那些烂账，没人管可不行。对哦，这么多钱得生钱啊，放着不动就是贬值。爹，光靠雇一个个不行，他只会砍人不会砍价，咱们得找个会算账的，最好是那种铁公鸡转世，雁过拔毛，连蚂蚁路过都要收过路费的那种人才。这种人去哪儿找？听说西市的人牙子今天有上新，走，爹，咱们去淘宝。钱豆豆，你要找人，让管家来买便是，何必亲自来？这您就不懂了。管家伯伯买菜还行，买人眼光太差。我要找的是未来的 CFO， 也就是账房总管，必须得亲自面试。什么 O？ 就是管钱袋子的。走，那边有热闹看。根据非著名定律，主角通常都混在人堆里挨揍。晦气，真晦气！老子花钱把你买回来，不是让你顶嘴的。这账不对，你卖给张员外的那个丫鬟少算了3000银子的契税。你若是报给官府，是要挨板子的。老子可卖了20年的人，还要你个小兔崽子叫我算账？我看你是皮痒了。这孩子是个傻子吧？是啊，那算盘都坏成那样了，还当个宝？听说他是罪臣之后，读书太弱，一阵风就能吹倒，买回去也是浪费粮食。住手！哟，这是哪家的小姐？您看上这奴才了，只要10两银子，您牵走。喂，你的算盘珠子掉了2颗。这是上档5株，下档2株，掉了的是咸珠，不影响计算。那我考考你，人牙子，闭嘴！听好了，我有本金1000两，放印子钱，月息3分，利滚利，借据期限3年。若对方第1年只还利息，第2年本利都不还，第3年连本带利，要还多少？3895两4钱3分。若是加上滞纳金，按市价再浮动2成，便是4674两5钱。人才啊！哎，爹，买它，不管多少钱都要买它。豆豆，你要个算账的，府里账房多的是。那些账房能算出我怎么坑您的私房钱吗？他能。好嘞，承蒙王爷啊不，老爷看得起。这小子虽然瘦，但脑子好使，只要20两。20两？你怎么不去抢？你看他瘦得跟猴似的，买回去光是养肉就得花50两银子买肉包子。你看他身上这伤，医药费起码得30两，还有这破算盘影响市容，得换个金的又是100两。里外里我还没用他干活，就得倒贴200两。老板，你这哪里是卖人，分明是找冤大头接盘啊！按照大钱律例，贩卖伤病奴皮需折价3成。你刚才那一鞭子伤了我的左臂，导致我未来3天无法提重物，劳动价值折损2成，再加上你虚报退税的把柄，一口价2两银子，包送货上门，还得搭2套新衣服。买，我买。从今天起，你就叫顾二了。你的任务只有一个，帮我算清楚，我爹到底还有多少私房钱藏在鞋胆下面。只要给钱，连皇上的国库我也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。成交！以后咱们的目标就是把国库搬进自家库房。走吧，回府，本王累了。轮椅磨损度3%，轴承需上油，建议更换西域金刚，预算5两。若用王府库存废铁重铸，可省3两。闭嘴！王爷，郡主，不好了，宫里来人了，说是神医张守忠昨晚在地牢里疯了。疯了？是啊。他在牢里大喊大叫，说看见了太奶，还说王府里有鬼，非要给每个人把脉。现在太医院的人来了，要接他回宫，还说要王爷给个说法。正好，二哥来活了。太医院那帮老头肯定要讹咱们一笔医药费，你去给他们算算，张神医在我们府上这1天1夜消耗了多少空气，占用了多少地皮，吓坏了多少只蚂蚁。把账算平了，算不平我就把你卖回牙行去。得令。王爷，老朽奉陛下密旨，特来接张神医回宫复命。顺便老朽也要看看，这人进府时还好好的呢，怎么1天1夜就疯了？王府的地牢莫非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爹，这老头长得像个发了霉的苦瓜，苦瓜不值钱，咱们今天可能要亏本。闭嘴！这是太医院的副院看，皇帝面前的红人。红人？那意思就是很有钱喽？镇北王，老祖在跟你说正事，张神医何在？在里面玩泥巴呢。把脉都要把脉，你是太奶，你是太公，大家都是鬼，别插队啊！你们竟然将一代神医折磨成这副模样，顾源，你可知罪？知罪！大钱律，诽谤王爵者杖50。刘太医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们折磨他了？根据张神医入府后的开销记录，顶级卧房1日体验费白银30两，特制忆苦4天减脂餐3顿白银500两，全方位灵魂洗礼心理3只老母鸡，经济损失评估为10两。里外里，张神医还欠王府590两。刘太医既然要领人，先把账结一下。你这小兔崽子又是哪儿冒出来的？我是王府的资产清算师。刘太医，付现还是刷卡？哦，刷卡你们这儿没有，那就留个欠条，利息按月3分，利滚利。不能走，王爷，老朽没疯，老朽只是在以身试药。
昨日那碗五毒扩羽汤药性极寒，老朽担心王爷身体承受不住，便亲自尝了半碗，这才导致腹泻不止。这是排毒，是排毒啊！张爷爷真是医者父母心，为了我爹连命都不要了。那您现在毒排完了吗？要不要再来一碗？不用了，老祖体内毒素已清。王爷，今日还详第二步治疗了，针灸。管家伯伯，把我准备的东西拿上来。王爷，还是让老朽为你针灸吧。针刺风势、阳陵泉、田三里等穴，老朽保证针到病除。好长的针，张爷爷，这扎进去会很痛吧？郡主放心，老朽手法极快，王爷不会感觉到痛的。不行，我爹最怕痛了，平时我不小心踩他一脚，他都要叫半天。钱豆豆，来，加上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蜂蜜呀，我娘以前说过，如果药太苦就加点糖，针太痛就抹点蜂蜜，这样扎进去就是甜甜的啦。你做了什么？这是御赐银针，全毁了！毁什么？洗洗还能吃呢。张爷爷，我这是为我爹好，你快扎吧，蜂蜜都快干了。惊扰马蜂，除虫费100两，打碎宋代青瓷花瓶50两。哎呀，张爷爷，原来你对蜂蜜过敏啊，怎么不早说呢？管家，小的在。把这群废物扔出去，告诉外面的人，张神医在王府失针不慎，引来蜂群反噬，王府仁慈，不收他弄脏地板的钱了。是。钱兜兜，到。那罐蜂蜜哪来的？厨房拿的呀。厨房的蜂蜜怎么会把后院的马蜂引来？巧合，纯属巧合。账算得不错，以后府里的开销你负责。得令，王爷，您本月的零花钱已超支，下半日需缩减伙食。滚！给老子动！就不暗影，参见统帅。京城有变。京城有何变故？大发雷霆，明面上派张太医试探，暗地里已出动了皇家内卫尹赐，目标是王爷和郡主。尹赐今夜便可能潜入，请统帅立刻属下从密道撤离。5年来，他们都当本王是死老虎，今夜本王就让他们知道，老虎就算断了腿，咬断几个刺客的脖子也易如反掌。爹，地震啦！还是您从床上滚下来啦？自己人退下。爹，您大半夜不睡觉，在地板上干嘛呢？还是说在跟这位黑衣叔叔玩什么奇奇怪怪的游戏？逆女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老子这是在恢复体力，锻炼身体。锻炼身体？我看您是想背着我偷偷花钱吧？这叔叔的衣服料子是江南云锦，防水防火，一匹50两。这把匕首是玄铁打造，起码值300两。爹，您哪来的私房钱雇这么贵的陪练？他不是陪练，他是本王的旧部，他来送情报。皇帝派了皇家内卫尹赐来暗杀我。暗杀？二哥，来活了！皇帝的内卫肯定比这个黑衣叔叔还要好，玄铁匕首、金丝软甲、上好的蒙汗药，甚至可能有皇帝御赐的金牌。一个内卫的标准装备，折现约合1200两。若能生擒活获，卖给黑市或者敌国豆子。其次的情报价值不低于5000两，若是带队首领，价格翻倍。这批刺客是一笔总价值至少3万两的流动资产，所以咱们不能撤，人家千里迢迢送钱上门，咱们要是跑了，多不礼貌啊！不仅不能跑，还得热情招待。豆豆，尹赐非同小可，他们擅长用毒，暗器阵法，防不胜防。防不胜防？黑衣叔叔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属下暗影。小黑啊，既然你是情报头子，那我问你，尹赐一般什么时辰动手？喜欢走正门还是翻墙？喜欢下毒还是直接抹脖子？尹赐行事通常在丑时非3刻，人最困乏之际，善走无走正门，更偏爱先释放无色无味的迷香，再入室行刺。丑时3刻，也就是1炷香之后。懂了，这不就是来送外卖的吗？顾一哥哥，你马上带人去后院，把那几个张神医熬废了的药渣，就是那几盆能腐蚀花盆的黑泥，全部涂在屋顶的瓦片上。顾二哥，你去把府里所有能喘气的人都叫起来，告诉他们今晚王府举行抓贼有奖活动，抓到一个活的赏银10两，捡到一件装备对半分成，去晚了连根毛都捞不到。得令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今夜王府的保安预算支出为100两，预期收利3万两，暴利。干什么？本王还得继续装残废诱敌。装什么残废啊？他们喜欢放迷香是吧？咱们不能在屋里等，咱们去厨房。去厨房干什么？我刚才就是被饿醒的呀。既然1炷香之后他们才来，咱们趁这个时间去厨房熬锅鸡汤当夜宵，等他们从屋一边喝汤一边看顾一哥哥数钱，不香吗？推本王去厨房。小黑，你引入暗处，随时准备接应。遵命。来了。
Check this out. Okay, okay. 有毒！这瓦片上有剧毒！死你大爷！爹，这是给您熬的夜宵，您不喝我拿来烫老鼠了。就这？别杀别杀！玄铁匕首3把，金丝软甲3件，上等迷药1瓶，发财了发财了！爹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这不就是送外卖的吗？汤没了。没事，这只是先头部队，大头还在后边呢。咱们刚才这动静，估计府里的侍卫们已经跟外面的大部队交上手了。我戳一个，10两银子归我，别抢他裤子，那料子值钱。这辈子从没打过这么富裕且离谱的仗。爹，这买卖咱们好像接了个大单子了。京城的风彻底吹到了北境。扼杀勿论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敢查抄我的这个金银辎重，这老东西是活腻歪了吧？敢动我的钱，我刨他家祖坟，挖他藏的私房钱。逆女，重点是就地格杀，咱们妇女的命在他眼里一文不值。命没了可以下辈子再来，钱没了这辈子就白活了。说你们带了多少麻袋来装我的钱？不够，我让管家给你们凑几个。镇北王，你敢抗旨？抗旨？本王只看到几个不长眼的谋贼，深夜闯进王府偷鸡摸狗，图谋不轨。古一在。等等，爹，杀了多浪费啊，留着他还有用呢。顾二哥，快过来清点一下今晚的战果。王爷，属下们幸不辱命，一共活捉了17个刺客，死了3个。那3个是慌不择路，从屋顶上摔下来，直接摔断了脖子，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。报：17套玄铁内甲，黑市折下约8500两，17把淬毒短刀折下3400两，迷香解药、金疮药若干合计2000两，加上这位首领身上的高级货，腰间玉佩，手中短笔，今夜总收益预计15000两。后主府内被压坏的屋顶，瓦片维修费3两，净利润14997两。发财了！喂，你们皇帝就给你们配这点破烂，说好的金牌呢？免死铁券呢？就这也好意思来抢我的钱？士可杀，不可辱！那可不行，我那是放了百年老山参千玉莲的十全大补汤，一口就值10两银子。你刚才交了1身，起码得赔我1000两，少1分都不行。这就晕了，心理素质也太差了，根本不适合干刺客这行，还是回家种地吧。爹，这个人交给我审，我保证让他把皇帝老儿一天穿什么颜色的底裤，吃多少碗饭，睡哪个妃子全都吐出来。别弄死了，这些人都是皇家内卫，身上多半被下了千机药之类的慢性毒。郭二，把他们身上的毒解了，留着还有用。解毒需要买名贵药材，会超出预算，不划算。不用买，去找太医院那个张老头搜，他肯定有解药，毕竟这毒泥还是他留下的呢。没有就让他当场配，不配就断他伙食，饿他3天3夜。再告诉他，这些刺客中的毒都是他那盆毒泥惹的祸，他要是不配药，皇帝追究起来，第一个砍他的头。零成本，可行。皇帝等不及了，北境虽有10万大军，但军权被架空了1半，粮草也捏在兵部手里，处处受制。他们今夜敢派引刺来暗杀，明天就敢直接以莫须有的罪名调兵围管王府。所以爹，咱们不能坐以待毙，得主动出击。主动出击？咱们如今身陷囹圄，如何主动出击？对啊，皇帝怕您，是因为您在北境有军威、有民心，他不敢轻易动您。可如果您离开北境，去了京城，就成了他眼皮底下的肉。他自诩仁义君主，反而不敢明着杀您，因为他好面子，怕天下人骂他残害忠良，怕北境将士哗变。那无异于自投罗网。京城是他的地盘，咱们进去了，更是任人宰割。错，是猛虎入羊群。京城多有钱啊，遍地是贪官污吏，满街是纨绔子弟，皇宫的地砖都是金的，那些官员的家里肯定藏着不少私房钱。咱们去了，不是自投罗网，是去上货收租的。上货收租？对啊，而且爹您的腿已经有知觉了，刚才您踢那个刺客首领的一脚，力道可不小，我都看见了。咱们就对外宣称太医院张神医妙手回春，不仅救了您的命，还治好了您的腿，您也彻底清醒了，不再是那个疯王。皇帝听了这个消息绝对坐不住，他为了不被天下人戳脊梁骨，为了安抚会下旨宣您进京领赏，表面上是恩宠，暗地里肯定想监视您控制您，但这样一来，咱们就有机会进入京城，主动权就掌握在咱们手里了。若是他强忍着不下旨，不肯宣我们进京呢？那咱们就带着这17个光膀子的刺客，一路敲锣打鼓的进，就说是去京兆尹报案，说北京治安太差，有人组团闯进镇北王府，偷喝我的鸡汤，偷我鸡财，还想杀我和爹。到时候他为了堵住悠悠众口，只能捏着鼻子承认那些人是流寇，还得大家封赏您，以示恩宠。好，那本王就去京城会会这帮衣冠禽兽，夺回属于咱们的一切。安营，传令下去，镇北军旧部化整为零，分批潜伏至京城周边，隐蔽待命。告诉他们，战神没死，镇北王还在，这大钱的江山还轮不到几个太监和府军说了算。属下遵命。看一眼1个铜板，骂一句2个铜板，吐口水5个铜板，所得钱财全部归王府所有。王爷站起来了，战神站起来了！天佑镇北王，天佑大钱！本王昨夜遇刺，多亏太医院张神医以命相搏，挡下刺客，
并用奇药治好了本王的腿，也治好了本王的疯病。本王不日将启程进京，亲自向陛下叩谢隆恩，回报陛下的圣明。二哥，那个张老头还活着吗？没被你折腾死吧？昨夜为了给这些刺客配解药，炸了2个药炉，烧掉了他半边眉毛，还烫坏了他的手。现在正被关在地牢里写欠条，欠王府药材钱、药炉钱，雨顾还能加榨10年的劳动力，死不了。那就好，不能浪费劳动力。京城的钱兜子们，你们的姑奶奶来收租了！全军覆没，17名大内隐士竟然被扒光了衣服，当街罚跪示众。张守贞那个老东西不仅没下毒害死顾渊，还治好了他的腿，治好了他的疯病。好一个镇北王，好一个5岁的小郡主，他这哪里是遇刺，分明是在向朕宣战，是在羞辱朕。陛下息怒啊，息怒啊！镇北王已经上奏，说为了感谢陛下的圣恩，已携家眷启程进京，随行的还有那个妖孽一般的小郡主。进京，既然他自己送上门来，那就别怪朕心狠手辣，朕就让他有来无回，彻底解决这个心腹大患。传令太子准备接驾，朕要亲自接见顾渊，让他知道京城的水有多深，能淹死1万个战神，能埋掉1万个镇北王。陛下不知道，这次进京的哪里是什么镇北王和小郡主，分明是一条绝不按常理出牌的小鳄鱼，还有一头重归山林的猛虎。下官失职，竟让一股不知死活的流口惊扰了王府，下官这就将他们带回大牢，严加拷问。带走？太守伯伯，带走可以，赎金给一下。赎金？郡主说笑了，这些是流寇，本就归官府处置。二哥，告诉他我们家丢了什么。昨夜子时，王府库房遭窃，丢失前朝纯金弥勒佛1尊，御赐东海夜明珠2颗，以及10万两。一派胡言，这些明明是什么？太守伯伯认识他们？不认识。那太守伯伯怎么知道他们没偷东西？这牌子做工真精细，太守伯伯帮我长长眼。太守大人想强抢民财，下官不敢，下官不敢。那就谈谈生意，一共15万两，太守伯伯替他们垫付吧。15万两，下官就算是把太守府卖了，也凑不出这么多钱。管家，去找画师，把这些刘匪的脸，还有这块牌子画个1000张，明天就在茶馆里讲一段惊天命案。我给，下官立刻回府筹钱。现银太重，带大钱同宝钱庄的银票就行，半个时辰内送不到，画师就要动笔了。15万两，分毫不差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爹，咱们有进京的盘缠了，可以买1路的糖葫芦。皇帝想断本王的粮草，本王就拿他的钱养兵。暗影拿着5万两，即刻动身，在京城外围打点关节。水越浑，本王这趟走得越稳。顾一，建模快点。京城的骨头比北境的硬，只要给钱，铁骨头也砍断。管家，备车。是。爹，京城的人是不是都很有钱？京城的人不仅有钱，心还黑。你这点坑蒙拐骗的手段，到了那里恐怕不够看。心黑？爹，我这叫替天行道，劫富济自己。心不黑的钱，我还不稀罕赚呢。京城达官显贵共有372家，若按每家每月查超出5000两赃款计算，预期年收入可达……闭嘴！废物！17名隐刺全军覆没，王长贵被人敲诈15万两。镇北王如今不仅毫发无损，还大摇大摆进了经济之地。父皇息怒，镇北王离了北境大军，便是拔了牙的老虎，儿臣愿替父皇分忧。哦，你有何良策？儿臣已下令西城门戒严，儿臣要让他镇北王在京城百姓面前跪着爬进这扇城门。好，这事儿就交给你去办吧。殿下，那镇北王毕竟恢复了腿疾，我们强行逼迫，万一他当场发难，怕什么？本宫调了800巫弩手埋伏在城墙之上，他若敢拔刀，本宫就让他万箭穿心。听说他那个女儿随行带了不少金银，本宫人命和钱全都要。爹，城门好大，上面好多拿弓箭的叔叔。城门有埋伏，要行动吗？不用，爹，我困了。明天进城，我要100个好看的人抬着轿子来接我，不然我就躺在城门口不起来了。好，明日爹让你舒舒服服的躺进京城。镇北王顾渊入京不报，视同谋逆，太子殿下念你9日战功，
特准你下车步行，卸甲解刃，扣关而入。二哥，上道具。京城的父老乡亲们，听好了！我爹镇北王为国戍边，落下一身伤病，今日回京，太子殿下体恤我爹劳苦功高，特意在城头设下800里炮阵欢迎。前我镇北王府先替太子殿下垫了，太子千岁，大钱万岁！拿钱啦！谢太子殿下恩典。王爷千岁，别急我！太子千岁，我要护送王爷。小郡主，轿子在哪儿？我抬，我不仅抬，我还能劈叉。殿下，这剑还放吗？还放个球！爹，搞定了。你这钱花的比本王当年在北境招兵买马还快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爹，这叫过桥资金，羊毛出在猪身上，这笔钱咱们得找头肥猪报销。开城门！开门！开城门！迎战神！开门！你就是太子哥哥。哼。二哥账单。太子哥哥，咱们来对对账。今日迎宾，总计散财3万两，按照大钱商率，垫资利息日息1分。太子哥哥是打算拿东宫的库银抵，还是拿京城的铺面抵？你敢找本宫要钱？那是你自作主张撒出去的钱。算了算了，看太子哥哥穷得连衣服上的龙爪子都只绣了4个。这块玉佩我就勉为其难先收下，当利息了。玉佩成色不错，能当几天饭钱。齐步回府，记得明早去东宫收账。查，给本宫查那个用剑的小子是谁？这笔账，本宫要镇北王府拿命来填。这就是皇上给咱们分的别墅？皇帝老儿是打算让咱们在这开鬼屋收门票吗？怎么了？有血，里面有很多人，呼吸很轻，没有心跳。没有心跳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此时处理费每具5两，今晚的开荒保洁预算恐怕要超标了。你就是太子哥哥。哼。二哥账单。太子哥哥，咱们来对对账。今日迎宾，总计散财3万两，按照大钱商率，垫资利息日息1分。太子哥哥是打算拿东宫的库银抵，还是拿京城的铺面抵？你敢找本宫要钱？那是你自作主张撒出去的钱。算了算了，看太子哥哥穷得连衣服上的龙爪子都只绣了4个。这块玉佩我就勉为其难先收下，当利息了。玉佩成色不错，能当几天饭钱。齐步回府，记得明早去东宫收账。查，给本宫查那个用剑的小子是谁？这笔账，本宫要镇北王府拿命来填。这就是皇上给咱们分的别墅？皇帝老儿是打算让咱们在这开鬼屋收门票吗？怎么了？
有血，里面有很多人，呼吸很轻，没有心跳。没有心跳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死尸处理费每具5两，今晚的开荒保洁预算恐怕要超标了。有埋伏。镇北王，你纵容手下屠杀京城无辜流民，手段令人发指，证据确凿，还不束手就擒？陈统领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本王杀人了？王爷，尸体都在您家院子里躺着。半炷香前，有人报案，听见这里有惨叫声。我们赶到时，恰好将您堵在门口。您说不是您杀的，谁信？来人，封锁王府，捉拿凶犯！慢着，二哥，算算。武城兵马司吴胜指私闯亲王府邸，按大臣律例第7卷，罚银500两；诬告当朝超品王爵，罚银1000两。院内共计36人，若由王府代为处理后事，殓葬费、地皮污染费、精神补偿费合计2220两，总计3720两。陈统领，结账，付现不赊。黄口小儿，死到临头还敢算账！来人，拿下！我看谁敢动！统领叔叔，你确定他们死了吗？休要狡辩，仵作还未到，难道你还会起死回生不成？会啊，顾一哥，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北境的起死回生术。闭气散，假死！一派胡言！你们休要混淆是非，欺瞒众人！众人听令，将此地控制住！统领叔叔，既然你不信，我就当场救活他们给你看。顾一哥，拿针扎涌泉穴，扎深点，不行的直接挑断脚筋。别扎！我活了！我活了！统领叔叔，我们镇北王府刚到京城，就施展神术救活了36条人命。京城名医出诊，救一条命怎么也得收50两短诊金吧？救治费用1800两，加上此前款项，陈统领一共5520两。本统领正在执行公务，这些人乃是重犯，本就该依法处置。你们庇护重犯，一同追责。陈彪，本王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本王现在就去敲登文谷，问问皇上，为什么刑部的死囚会提前出现在皇上赐给本王的宅子里？问问皇上，武城兵马司是不是想造反？第二，把账结了，滚出本王的视线！将校交出！哈哈哈，总计4300两，缺口1220两。这把佩刀乃是百炼钢打造，镶嵌蓝宝石，折价500两。你身旁的这匹西域战马，折价720两。账平了。爹，京城的钱真好赚，出门一趟就能捡几千两。哼，太子的手段一次比一次下作，以后出门必须带齐护卫，去后院挖坑，填平水井，干完活各回各家。谁若敢乱说话，王爷放心，我们今晚什么都没看见，我们是在大牢里水下得了失心疯跑出来的。蠢货！堂堂太子用的竟是市井脱皮的手段，丢人现眼。陛下，镇北王一行人已经住进了那座宅子，那宅子荒废多年，阴气极重。要不要奴才安排人？不用，他既然有本事化解太子的局，那就让他先在京城搅一搅浑水，传旨户部将镇北王的月俸和岁贡扣下，理由是北境账目不清，朕倒要看看，没了钱，他在京城怎么寸步难行。陈彪那个废物！殿下息怒，镇北王身边那个女童诡计多端，还有那个算账的少年，行事滴水不漏，正面冲突我们讨不到便宜。那就来暗的。10日后，长公主举办赏梅宴，京城权贵皆会到场，你去安排。本宫要让镇北王在这个宴会上身败名裂。
长约10丈，宽约5丈，至少是一个地下金库的规格。妹妹，封锁后院，明天去买1000个麻袋。爹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大半夜不睡觉，又去哪讹人了？讹人太慢了，这回是老天爷硬塞饭吃。二哥在后院枯井里挖出个大铁门，上面有个沈字，大钱第一巨富沈家的地下金库就在咱们这破院子底下。胡闹！沈氏覆灭100年，皇城司把京城地皮翻了3遍都没找到金库。皇帝把这废宅赐给本王，就是因为这里最偏僻破败，怎么可能藏着沈家宝藏？您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哥，抄家伙。怎么下去？断龙石混合金刚锻造，重量不下10000斤，除非用几10桶黑炸药炸开，否则人力绝不可能强行破开。炸开？那得惊动整个5城兵马司，我的钱还没捂热就得充公。天一生水，地6成之，纵横交错，皆为15。这是天机阁的9宫锁魂阵，传闻此阵错一步，地下便会射出万根毒箭，或是直接引发水银倒灌，玉石俱焚。当年沈家果然留了后手。豆豆，上来，这东西碰不得。哈哈，9宫锁魂阵，爹，古人取名字就是唬人，这不就是现代小学生都会玩的3阶换方吗？等等，中间放5，4个角放偶数2、4、6、8，上下左右放偶数1、3、7、9，2、4为肩，6、8为足，左7右3，上9下1，搞定。就这，沈老头数学水平不咋地呀。顾一哥，点灯下地道。10、100、1000、万、10万，纯金至少300万两，白银不可数。如果折算成现金的大钱通宝，足够北境10万大军吃喝拉撒20年。皇帝扣了咱们的月俸。爹，我看这宅子风水挺好，咱们就常住这儿了吧。皇宫请我都不去。沈氏宝藏重见天日，此事绝不能泄露半点风声。当然不能说，咱们得悄悄的进村，打枪的不要。二哥，明天去东市分批买2000个麻袋，咱们晚上一点点把金子搬到屋里藏起来。预计3天内完成资产转移，这把金算盘我能先中用吗？豆豆，京城物价虽贵，但大量金锭流入市场，户部必定察觉。变现这种事，当然得找专业人士。沈家既然有这么大产业，难道就没有后人或者外围势力留下来？二哥，你看看那石台上还有没有别的线索？啊！果然有街头的底牌。先把金子藏好，咱们有的是时间跟京城这帮穷光蛋玩。最差的粗麻袋要2000个，多1个铜板都不给。你们布庄后院堆积的那些发霉残废品，
我全包了，当帮你们清库存。殿下，眼线汇报，镇北王府的人今天去东市买了2000个破麻袋，说是府里连炭火都买不起，精兴不求，要装树叶过冬。装树叶？哈哈哈哈！本宫还以为顾渊骨头多硬，原来几万两银子撒在城门外充胖子，回了家连饭都吃不上了。户部那边已经把他们的利钱停了，城门那晚他们敲诈了5成兵马时4000多两，这点钱在京城这销金窟里根本塞牙缝都不够。好得很。传信给长公主，就说本宫在赏梅宴上给镇北王准备了一份大礼，本宫要让他穿着破烂的衣服，当着全京城权贵的面，跪下求本宫赏他一口饭吃。王爷，长公主府送来请帖，邀您和郡主明日赴赏梅宴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长公主是太子的亲姑姑，这场宴会多半是一场鸿门宴。鸿门宴，那感情好。爹，咱们这2天窝在家里数钱也数累了，是时候出去透透气了。咱们这2天窝在家里数钱也数累了，是时候出去透透气了。听说长公主府里，二哥开库房，把咱们沈家金库里最亮最闪眼的行头都给我翻出来，明天咱们去长公主府乞讨。